嗨，大家好，今天我们来一起看看美国买房的时候需要注意的几个关键点，帮助您在买房的过程当中少走弯路。华人海外资产配置，美国买房指南9大要点全解释，帮助您在美国买房时少走弯路。很多华人在考虑进行海外配置资产的时候，特别是在美国买房的时候，往往感到很迷茫，不知道该从哪里开始。美国的房地产市场有它极其独特的规则，还有潜在的潜规则。理解这些规则，能够帮助您更好地进行房产的投资。美国买房与移民没有关系。在美国，外国人可以买房子，但是购买房产的时候并不能直接获得美国身份。美国的移民政策和房产的市场是分开的。即使你在美国购置了房产，但是美国的移民局也不会因此给你提供移民的优惠。也就是说，买房并不能作为移民的捷径。只有办理绿卡或者是合法的移民身份的申请人才能享受相关的政策。买房子比租房子更划算。相比租房，长期来看，购买房产在美国是更划算的选择。整体而言，美国的房价并不算非常的昂贵，尤其是一些中小的城市。因此，如果你有长期居住或者是投资的打算，买房子比租房更有利。产权与居住权的区别，在美国买房子有产权和居住权的两种选择。有产权的房屋业主可以自由的买卖或者是出租，而有居住权的房屋则只有固定的年限的产权，通常只有10几年，并且租售是需要通过物业管理。这类的房产的价格是比较低的，但是限制是比较多的。买房的时候需要明确的区分房屋结构与院子的管理。美国的房屋大多数为木质的结构，虽然轻巧，但是具备抗震的标准。房屋的外部砖墙主要是用于装饰而非承重。另外，如果房子有大院子，院子里面的树木是不能随意砍伐的，尤其是公共的区域的树木。院子的维护是需要定期打理的。如果你不想亲自的管理院子，雇佣专业的园林服务可能是一笔额外的开销。贷款需要工作和信用。对于新移民来说，贷款买房子前必须有稳定的工作和收入来源。在美国，银行发放贷款的时候是非常看重信用和收入记录。即使你有足够的首付，但是没有工作或者是没有良好的信用记录，贷款的申请也可能会被拒绝。因此，确保自己有工作和收入证明是贷款成功的关键。早买新房更划算，新房的价格往往高于二手房，但是如果你能在房子竣工前下手，价格可能会比竣工后的销售的价格低很多。因此，想买新房的朋友们，可以在房子还没有建好的时候就提前的购入，这样就能够享受价格上的优惠。房子的大小与环境是更重要的。在美国，房子并不是越大越好。尽管中国人常常认为大房子代表身份和地位，但是在美国，环境和安全性是更为重要的。大的院子意味着更多的维护工作，草坪和树木的打理可能会花费大量的时间和金钱，因此，购买房子的时候要考虑实际的生活需求，不要仅仅追求房屋的面积的大小。地段是至关重要的，地段是买房子的时候考虑的核心因素。一个好的地段意味着环境优美、安全性高，并且生活便利。美国的一些优质社区通常靠近公园、湖泊和山景，并且发案率较低，邻里的素质较高。选择一个好的地段，不仅能够保证生活的质量，
还能够提高房产的升值潜力。小区的选择也不能忽视，在美国选择小区的时候，要关注是否为封闭式管理。封闭式小区通常有较高的安全保障，比如门卫管理和遥控开门的系统，安全的系数较高，管理的费用相对也更高。而开放式的小区的安全性可能较弱，但是管理费相对较低。选择的时候应该综合的考虑生活需求和安全的保障。和我们一起了解美国房地产市场，带给您最实用和最专业的美国置业攻略，优质的美国房源，并提供落地生活的各类服务，做最值得您信赖的美国服务专家。带您了解更多的美国房产投资故事，可以帮您规避风险。投资美国地产，读不懂规则，处处都是限制；读懂了规则，处处都有技巧，让您在房产的买卖上少走弯路。中国和美国房地产发展的模式有本质的区别。中国依赖房地产体现在地方靠出卖土地融资发展的模式，而美国房地产对经济的贡献主要体现在税收的来源，依赖房地产的税收，把房地产作为支撑经济发展的最大的税收来源之一，建立起完善的长效机制，才是长久之计。换言之，房地产是收税神器，致力于将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深度地应用于美国房地产领域，为购房者、卖家与投资者提供一站式的专业服务。如果您觉得我的视频有帮助，感谢支持，欢迎订阅。